Hello，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if 判断句。那 if 判断句呢，是让电脑在不同的状况下可以运行不同的程式哦。因为我们可能想要在不同的状况运行不同的程式嘛。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在 A 状况下的时候让电脑执行 A 程式，那在 B 状况下的时候，我们想要让电脑执行 B 程式。那要怎么办到呢？我们接着看下去哦。其实呢，这个 if 判断句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是常常遇到的哦。我们直接举例哦，我们会遇到的第一个最简单的，我们会说，如果我肚子饿，我就去吃饭嘛，这是一个还蛮常见的一个句子嘛。那翻译成 Python 的话呢，就是这样写的哦。如果翻译成英文是 if 嘛 ，if， 然后接着空白键，我肚子饿，然后冒号，然后接着呢写我们要执行的程式，我就去吃饭。好，那大家这边先注意一下哦，这个地方一样要做缩排哦，这个跟我们的函式那个地方是一样的哦。那这个缩排呢，一样是4个空白键或是一个 tab 键，那大家一样不用担心哦。那因为我们在写 if 的时候呢，我们按下换行的时候，它都会自动帮我们做这个缩排了。好，那这个 if 判断句呢，在 Python 的这个世界里，我们就这样成功的翻译过来哦。那这个我肚子饿呢，我们不会这样子写嘛，在 Python 里面，我们必须要用一个资料来判断我是不是肚子饿。那假设我们用 hungry H-U-N-G-R-Y 这个变数来判断我们是不是肚子饿。那假设是肚子饿，我们就写 true。然后呢，这边用 if hungry U-N-G-R-Y。那一样嘛，我们不能执行一个叫我去吃饭的这个程式码嘛。我们假设我们执行的是 print 好了，把它印出来，我就去吃饭。OK。那这边帮大家顺一下哦，这边意思是说呢 ，if 我们会先判断 hungry 这个东西，这个布林值是不是 true。如果 hungry 是 true 的话呢，我们就会进入 if 里面的程式码，执行印出我就去吃饭。好，那因为现在 hungry 是 true 嘛，那一样它就会执行嘛，我们直接执行看看。果然，它就印出我就去吃饭了，因为这边是 true， 所以它在这边判断哦是 true， 它就进入这边的程式码。那如果是 false 呢？如果是 false 呢，它就会继续哦，它就继续执行下面的程式码，执行我们 if 外面的程式码。但是呢，我们 if 外面已经没有写程式码，所以我们执行看看 ，OK 就不会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哦。好，那这个呢是最基本的 if 判断句哦。再来呢，第二个例子，我们在生活中也有可能遇到这样的句子嘛。我们会说，如果今天下雨，我就开车去上班。那否则的话呢，否则我就走路去上班。那这边多了一个否则哦。那在 Python 里面要怎么表示呢？上面一样 if 今天下雨，那我们一样不可能直接写今天下雨嘛，我们直接就把它用rainy 好了 ，A-I-N-Y 来代替。那我们上面定义一个 I-I-N-Y。那假设今天真的下雨是 true。OK，if rainy， 我们就印出我就开车去上班。OK， 那如果否则的话呢？否则的这个句子在 Python 的世界是 else，E-L-S-E， 然后呢一样接着一个冒号。然后写下我们要执行的事情是印出我就走路去上班。那大家这边注意一下哦，我们这边一样是要做缩排的哦。这个否则里面的语句哦，我们要做的事情一样要做缩排哦。好，那这边的逻辑呢是这样子的 ，if 这个东西呢会先判断我们这个 rainy 这个布林值是 true 还是 false。如果是 true 的话呢，它就会进入 if 里面的程式码。if 里面的程式码是这个嘛，印出我就开车去上班。那如果 rainy 是 false 呢，它就进入否则里面的程式码。否则里面的程式码呢是我就走路去上班。OK， 那我们直接执行看看。
它印出我就开车去上班。那是因为我们现在是 true 嘛，那这边是 true 的话呢，它就会进入 if 里面的程式码。那如果是 false 呢？false。OK， 那我们执行看看，它就会印出来，我就走路去上班哦。好，那这个呢是第二种我们会遇到的 if 判断句哦。那再来呢，还有第三种。第三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这么说嘛？我们说，如果你考100分，我就给你1000块。那或是如果多了一个或是如果你考80分以上，我就给你500块。然后再来呢，或是如果你考60分以上，我就给你100块。再来呢，否则如果你没有考等于100分，你没有考80分以上，你没有考60分以上，那我就那你就要给我300块。好，那这样子的语句呢，在 Python 里面要怎么表示呢？我们一样哦。if 你考100分，你考100分，那我们一样，我们不可能直接在这个你考100分这个东西做判断哦，我们要用一个资料，然后来把我们的分数储存起来。假设我们今天用的资料是 score 哦，假设我们今天用的变数是 score。然后呢，假设我们今天真的考100分，那我们就把它存100分。那我们这边要判断你是不是考100分，我们要这么写哦 ，score 等于100 ，OK。那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哦，等于这个符号，这两个等于是什么意思呢？两个等于的意思哦，是我们要判断左边的值跟右边的值有没有相等。那如果有相等的话呢，这一串就会变成 true， 如果没有相等的话呢，就会反过来变成 false。OK， 那我们现在上面已经 score 已经变成100了嘛，里面已经是存放100了嘛，所以相当于呢，这边就是做这个比较，100有没有等于100，100有没有等于100？那显然100跟100这个值是一样的嘛，所以它们就会变成 true。OK。那大家注意一下哦，等于跟等于不要搞混哦。等于呢是把右边的这个值，右边的这个100这个值放到 score 这个变数里面。那等于呢是比较左边的值跟右边的值有没有相等。好，那我们今天要判断你有没有考100分嘛？那如果你考100分的话，我给你1000元。那或是如果来了，或是如果这个用法呢，在 Python 里面是 else if， 然后呢，接着写着我们的判断，我们的判断是你考80分以上嘛，那就是 score 大于等于80。那这边大家注意一下哦 ，score 的等于呢是判断score 这个值有没有相等于100，那 score 大于等于80呢是判断 score 这个值有没有大于等于80哦。那如果有的话呢，这种大小的比较或是有没有相等的比较，如果是有的话，或是真的大于等于80的话呢，这边就会变成 true。那如果一样，它如果没有大于等于80，它就会变成 false。这样子哦。只要是这种做比较的大小或是相等的比较呢，它们的结果都会是 true 或是 false 哦。好，那我们一样，如果有的话，如果大于等于80的话，我们就印出我给你500元。那接下来呢是或是如果 else if 你考60分以上，大于等于60。印出我给你100元。好，否则是 else， 然后接一个冒号，否则你给我300元。OK， 那我们直接执行看看哦。我们现在分数是100分嘛，好，我们直接执行。OK， 它就会印出我给你1000元。那我们来顺一下这个逻辑哦。一开始呢 ，score 是100分嘛，
所以呢，它就会做判断，进入了这个if判断句来判断 score 这个值是不是相等于100，那是相等嘛，所以呢，这个比较就会变成 true。那既然是 true， 它就是进入 if 里面的程式码，然后印出我给你1000元。那它居然已经判断完了，下面的它就也不会再去执行了，所以就会印出1000元。那假设我们今天的是90分，那我们执行看看，它会印出我给你500元。那这边逻辑是这样，它先进入了if判断句嘛，它会判断90 score 这个值跟100有没有相等。那现在 score 是90嘛，所以90跟100显然不相等。那它就会进入第二个判断，它判断说 score 这个值有没有大于等于80。那90有大于等于80嘛，所以它就进入这个第二个判断里面的程式码，然后去执行，所以它就印出了我给你500元。那这边已经判断完了，所以下面的这个2个判断呢都不会去执行。好，那假设今天是70分，那我们再执行一次，一样哦，它印出我给你100元，是因为它一开始进入 if 判断的时候呢，70并没有等于100嘛，没有相等于100，所以它进入第二个判断。70也没有大于等于80，所以它进入第三个判断，70有大于等于60嘛，所以它就印出这个我给你100元。那假设我今天考的是50分呢，我们执行，它就印出你给我300元。好，我们最后一次哦，我们进入if判断，50有没有相等于100？没有。50有没有大于等于80？没有。50有没有大于等于60？没有。else 最后呢，否则它就印出你给我300元。OK。那这边大家应该听了也都大概了解了，我们都顺了这么多次了。OK， 那再来呢，第四种呢是这样说的哦，如果你考100分，且我们今天是且咯，且今天下雨，我就给你1000元，否则你就给我100元。那这边跟上面的差别呢，就是跟上面这个跟这一段的差别呢是，它多了一个且。好，那我们在 Python 里面这个要怎么表示这个且呢？我们来写一次 if， 那我们一样要先写一个 score。那假设今天真的考100分，那也要一个 rainy。假设今天下雨 ，OK， 你考100分就是 score 等于100。且这个字呢是 and 今天下雨 RANY OK， 然后冒号印出我给你1000元 else 否则也要加冒号印出你给我100元，然后这边少一个100元。好，那这个 and 这个判断呢 ，and 这个判断是说，左边的值要是 true， 右边的值也要是 true，and 这个判断才会是整串才会是 true。所以说呢，要左边这个判断是 true， 右边这个判断是 true， 这一整串呢才会变成 true。才会变成 true， 才会变成 true。如果刚刚这边呢，左边或右边有一边是 false， 那这一整串呢就会变成 false 哦。好，那我们直接执行看看。它印出我给你1000元，它是执行这一段嘛，我给你1000元。那我们逻辑跑一次，它要先进入 if 判断这个100有没有跟100相等？有，所以这一段呢会变成 true。那再来呢，它会判断rainy 是不是 true？ 好 ，rainy 是 true， 所以左边跟右边 and 的左边跟右边都是 true， 所以呢，它就会把这一整段都变成 true， 所以呢就进入这个印出我给你1000元。那假设我今天考的是90分，好，执行，它就印出你给我100元。好，那是因为我们刚刚说 and 这个判断要是左边是 true， 右边也是 true， 它才会把这整个都变成 true 哦。只要有一边是 false， 它就会把整个变成 false。那如果 if 遇到是 false 呢，它就会进入这个否则嘛，那否则就会印出你给我100元。
OK， 那如果这边是 false， 一样哦，因为这样子呢，变成说左边是 false， 右边也是 false， 那 and 呢就会整串变成 false。那我们执行 ，OK， 果然就得到你给我100元这一串，我们印出的是这一串 ，OK。好，那再来呢，我们既然有且嘛，那我们当然有或。那今天呢，我们的句子是这样说的：如果你考100分，或今天下雨，或我给你1000元，否则你给我100元。那一样，我们直接，这跟上面的差别只有差在这个且跟或，那我们直接复制下来。OK， 那我们假设今天分数考100分，然后今天有下雨。OK， 那 score 等于100，那这个或呢？或在 Python 里面是 or。OK， 那这样子就完成了我们的这个也要改成圆，就一样就完成了我们的if句哦，if判断句哦。那我们现在是100跟 true 嘛，我们一样直接执行看看哦。它印出我给你1000元。OK， 那我们顺一次逻辑 ，or 这个运算哦 ，or 这个判断哦，它是只要左边或是右边其中一个是 true， 它就会把这一整串都变成 true。OK， 那如果两个都是 false， 左右两边都是 false 的话呢，它就会把这一整串变成 false。所以呢，我们现在进入这个100分嘛，然后我们进入判断100分这个 score 有没有等于100呢？有，所以左边是 true， 那 Rainy 呢？也是 true， 左边是 true， 右边是 true， 那当然呢，这整串 or 就会把它变成 true， 然后就会进入这个我给你1000元，把它印出来。那假设如果 Rainy 是 false 呢，我们执行一样，它会印出我给你1000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嘛 ，or 这个判断呢是要左边跟右边都是 false， 它才会把这一整串哦。变成 false， 那这一整串是 false 的时候呢，它才会进入 else， 然后印出你给我1000元哦。OK， 那这边100跟100已经是 true 了嘛，那 Rainy 是 false， 没关系，它只要有一个是 true， 这一整串就是 true。OK， 那如果这个是90呢？90的话呢，我们执行，它就会印出你给我100元哦，因为呢，现在左边是 false， 右边也是 false 哦，所以就会进入 else。好，那再来呢，最后一个，好，最后一个是跟上面的不一样的是没有或没有下雨。那我们一样直接把它贴下来哦，因为蛮像的。那唯一的差别呢，是它这边是说或没有下雨，没有下雨。那我们要把原本判断的是有没有下雨，我们要原本判断的是有下雨嘛？那现在要判断的是没有下雨，那我们只要加一个 not， 然后括号起来就可以了。OK， 那我们假设考的分数是100，然后一样是 true， 那这个一样加上圆，那我们直接执行看看哦。它会印出我给你1000元。好，那这边逻辑是这样子哦。我们一开始呢，100，它会判断100有没有相等于100，有嘛？所以呢，它进入第二个判断 ，not Rainy。本来 Rainy 呢是 true， 那经过 not 这个函式之后呢，它就会反过来变成 false。所以现在变成是说左边是 true， 右边是 false。那我们刚刚说了嘛 ，or 是除非左右两边都是 false， 不然呢，就这一整串就会变成 true。OK， 那因为现在左边是 true 嘛，所以它就是 true， 那就印出我给你1000元。那假设这边是90，我们执行，它就进入我给你100元这个地方了。因为呢，这边左边是 false 的嘛，然后呢，右边本来是 true， 然后经过 not 这个函式之后，也变成 false 了。所以 false over false 这一整串就会是 false， 然后呢就会进入 else 否则，然后就印出你给我100元。OK， 那这边再给大家补充一个好了，因为我们这边判断的是你考100分嘛，
那假设我们想要判断的是你没有考100分，就是反过来的意思，我们要问的是你没有考100分。那要怎么样做这个判断呢？我们本来是等于等于嘛，等于等于是判断左边跟右边有没有相等。那我们今天要判断的是左边跟右边有没有不相等哦。那我们就要写惊叹号等于就可以了。score 惊叹号等于100，就是在问说 score 这个值是不是不等于100？如果是不等于的话呢，这一整串就会变成 true； 如果是等于的话呢，这一整串就会变成 false。OK， 那这边呢就是我们所有会遇到的这个if 判断句哦。好，我怎么觉得我自己好像在讲很多的绕口令？希望大家有听懂哦。那我们下面呢就直接来做一个练习。那顺便练习一下我们上一堂课的函式好了。假设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函式。那这个函式的名字叫 max num， 叫这个 max 底线 num。那假设那个函式的名字叫 max num， 然后呢，这个函式要传入3个参数，3个数字。那这个函式的功能呢，是会回传这3个数字哪一个数字是最大的。OK， 那大家一样哦，可以先暂停看看，自己做看看，看有没有办法做出我刚刚说的那个函式哦。好，那我们就直接来。我们 def 定义一个函式，然后函式的名字是 max num， 小括号，我们说要传入3个数字嘛，假设叫 num1、num2、num3， 然后冒号，然后缩排，然后我们说呢要回传3个数里面是最大的那个数嘛，那我们就要做判断了，判断3个数哪个数是最大的。那假设我们第一个先判断说num1是不是最大？如果num1是最大的数呢， num1 必定大于等于num2嘛，而且num1也要大于等于num3。如果这两个都成立的话呢，表示num1是最大的哦，那我们就回传num1。不然的话呢，否则我们来判断num2是不是最大的。如果num2是最大的话呢， num2 必定大于等于num1， 而且 num2 也必定大于等于 num3。 OK， 那如果 num2 是最大的，我们就 return num2。 再来呢是否则，因为我们上面已经判断了num1是不是最大嘛， num1 不是最大的，它就进入else if 判断num2是不是最大的，结果num2也不是最大的，那进入到否则，那否则的当然就是 num3 是最大的咯， return num3。 OK， 那这样就完成了我们所說的這個 max num 這個函式哦。那我們就直接來呼叫看看哦，然後並且把它印出來哦， max num。好，那假设我们传入的参数是传入的数字是235。OK， 那因为5是最大的嘛，所以我们预期它应该会印出5哦，回传5，然后印出5。我们执行看看，果然就印出5了。好，那这边也帮大家顺一次逻辑哦。我们呢定义了这个函式，然后呢我们下面呢呼叫这个函数嘛，我们呼叫了 max num， 然后呢下面传入235这3个数字，传入了235，然后呢第一个它先判断 num1 是不是最大的， num1 如果是最大的话呢，那 num1 它会大于 num2 嘛，大于等于 num2 也会大于等于 num3 嘛。如果这个成立的话呢，当然那 num1 就是最大，所以就回传 num1。如果不是的话呢，它就判断 num2 是不是最大的。那一样，如果 num2 是最大的，它必定大于等于 num1 跟 num3 嘛。那如果成立的话呢，就回传 num2。那如果都前两个都不成立，表示 num1 不是最大的， num2 也不是最大的，那当然否则嘛，否则最后一个当然就是 num3 是最大的，所以就回传 num3 哦。那我们再试试看，假设我们今天是135，执行。果然回传的是10哦。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if判断句啦，希望大家都有了解。
好，我们下次见，拜拜。